我真的不建议外国人在中国自学汉语。我公公在中国瞎学汉语翻车，一个粉丝当场翻脸。要不是我出面好好解释，俺家就塌房了。我公公这个加拿大老头来到中国以后，对一切都有一颗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别人说啥他都想学，想学呢又不会跟周围的中国人沟通，只能求助于另外一个外国人。这一瓶子不满给半瓶咣当当老师，教学成果是啥样呢？你们看一下公开课吧。我们去吃饭，上了一道羊蝎子，大胖媳妇就想跟他爸显摆自己熟悉每一道中国美食，就问我羊蝎子。张氏眼然后他呢又去教他爸，离他爸一共2米远，路上背了6遍羊蝎子羊蝎子羊蝎子。但是啊，这外国人背汉语词儿，他必须得一气呵成，一旦打岔全计算。这是火箭子，火箭子。I like good dress，good dress。我靠，火箭子。还有呢，我们家前阵聚餐，我二姨夫老姨夫跟布莱恩喝酒，我二姨夫看布莱恩喝得太慢，就跟布莱恩说：“来，走一个，你得走一个。”布莱恩就问大胖媳妇：“这啥意思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走一个就是让你快点。”布莱恩说：“所以中国人想让你快点，就说走一个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当然不是，只有东北人。”布莱恩对于这个新词儿跃跃欲试啊，到处找机会用，但最贴切的使用还当属布莱恩尿急那一回。揉一个，拿铁，揉一个，拿铁。你都啥样了？我还没有拉完呢！把门给我关上！把门给我关上！我真舍不得布莱恩走，他很喜欢中国，我还想带他旅游呢，但他后背有伤，坐飞机挺痛苦。我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椅 Plus 版，加大加宽，专为大体重人群研发，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做些自然贴合腰背，就像双手托着一样，缓解腰背空缺压力，随时随地护腰。但是这老头也真给我惹祸呀！你发现没？当一个人学外语的时候，好词儿他不爱学，就爱学那些损词儿，才能显得自己学的地道。在东北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大胖媳妇跟我爸关系很好，因为他嘴甜，会捧臭脚。今年过年喝酒，大胖媳妇跟布莱恩夸我爸，那夸上天了都，说我老丈人大作家，一年呢写900多本书，你让他现在给你写个书法，那你回加拿大过海关你都得报备，因为你携带文物。我爸听了那就高兴，但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跟大胖媳妇说：“你滚一边去。”大胖媳妇一听，滚一边去，跟布莱恩说：“听着这个词儿没？每次我老丈人一说滚一边去，就说明我夸到了他心趴上。”布莱恩说：“那滚一边是啥意思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实话实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大差不差，就是人被夸的时候表达一种窃喜吧。”离别之时啊，布莱恩就开始瞎用。我爸说：“布莱恩，你一定要再来啊！中国人民都很喜欢你。”我一边去。我爸问我他说的啥？我说这是法语。回到北京，我们去了博物馆，到那儿布莱恩也参与了中华传统文化小课堂，模仿古人做壁画。这时候有个粉丝认出来他了，画的这也太好了。滚一边去，滚一边去。外国老人到底咋养老呢？跟你们举个我家的例子吧。我的公公婆婆要卖房子了，买主是我的2个小姑子，我 HR 这个房子本来的法定继承人，所以我就有个疑问，我俩小姑子为啥要买呢？那将来正常不也得给你们吗？但其实不然，有很多外国老人是不留房产给儿女的，情感上我儿女我心疼，遗产上非必要不继承。比如说老两口这套房子值200万，现在老头老太太退休了，想疯狂享受生活，但是往往情况是心是准备造反了，造反的钱忘攒了，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房子提前卖。比如说这房子不估价200万吗？我卖给中介150，我先花着，等我走那天你们再来收房子。然后这中间这50万的差价呢，就暂且按照我还能活10年来估算，没活够呢你退，活多了呢我补。阳寿和预寿此消彼长。我有时候就想哈，难怪我公公婆婆不养生。你说你如果按照能活到80折算的价都花了，万一天天泡脚，一出溜长寿了还得补钱，那真叫一个活不起呀。我奶奶说，你看你婆婆大冬天的穿个凉拖喝冰水，那到老了那都是作死。我说人家是在理财，在理财。当然了，可能有人会说，人家国外很多中产也会给孩子留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你说就是你对。我公公婆婆不是中产，反正据我的了解，他们这个阶层会以各种成熟稳妥的方式，坚决的保证了自己走的时候片甲不留，人亡之前先家破，人去之后必劳空，就是这么一个思路。我大胖媳妇也是受这个观点影响很深远，所以她就不会说想培养孩子咋地，然后牺牲自己太多，给孩子上兴趣班尽可便宜的报，比如蹦蹦床。孩子喜欢滑冰，他说滑冰还得买刀。孩子想学骑马，他说骑马还得租马。我说俗话说得好，招兵买马，招兵买马才能培养出将军，你这兵马都不要啊。他说有兵马的不是勇吗？那最终也一样是被埋没，也不一定是将军。咋说呢，这玩意儿各有优缺点吧。像我婆婆我老公这种就可能太在乎自己开不开心，也有优点，就是孩子永远有个非常开心的爹，然后父母和孩子从小就不互相绑架，活得都很轻松。我呢不可能完全同意他爸妈的做法，但是我也不想像我爸妈这样这么累。反正我感觉就对孩子这玩意儿就尽量吧，你租马租不起可以租个驴，骑驴找马呗，人不都那么过吗？
也不用因为要给孩子多少太为难自己。比如我每2周必须出去一次，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，买贵的，但是给孩子买衣服我净买便宜的。谁让他又好看，谁让他又好看了。然后呢，每周必须出去喝顿酒，回家就逼加拿大技师给我做 SPA， 用这个法国让提斯面膜，让他救救我的熬夜暗黄脸。这芋泥质地特别舒服，享受一下。但是啊，有个事儿，你看是不是我多心了？他总说他自己是不可能出去做 SPA 的，但是这个拿锣在耳边敲这个事儿，是从哪学的呢？妈，我爸。哎呦我的妈！妈被封口了，你等我15分钟之后接下我伪善的芋泥面孔啊！妈脸咋样？哎呀妈呀，真亮啊！哎，昨天我老公跟我质疑了一个在我心中根深蒂固的概念——家和万事兴。他不认可这个事儿，引发了我的深思。咋回事呢？昨天俺家拿铁溜进了翟奥达的卧室，把翟奥达组装的小恐龙给拆了。人翟奥达本来在客厅看电视呢，都没发现。我大胖媳妇贼拉欠就过来了，你看看你的笼子，让小弟给拆了。翟奥达回屋一看，嗷叫一声，把拿铁当场给拎出来了，给拿铁吓哭了。我妈看着这一幕，赶紧冲过来，冲姐姐说：“爹他小，你别跟他一样，你给他整哭干啥呀？让你妈再去给你买个恐龙啊！你别让弟弟哭了，让着点弟弟的，让着弟弟啊！”翟奥达呢，本来自己精心组装的东西就坏了，现在又莫名其妙被告知得无条件让着弟弟，那更委屈了，嗷在里头哭了。我老公就跟我妈说：“孩子的问题你得让他俩自己解决。姐姐面对这个事儿就俩选择：一，接受你的弟弟肯定会搞破坏，那你接受了以后你就别凶他；二，不接受，我不想无条件让着他，那你以后就把自己东西全收抽屉里，或者你处女卧室你就关门。弟弟也有俩选择，你选择一定要进你姐的屋，你就得接受被他拎出来；你不想被拎，你少碰人东西，这事儿就得他俩之间这么解决。”我妈说：“我不管，我不能听孩子哭，我不能听孩子哭，我上火。再说你俩大人干啥的？赶紧听我的，你俩领老大出去，再给买个恐龙，我在家哄老二。”我呢就很闹心，我想让这事儿赶紧过去，我就跟我大胖媳妇说：“我说这事儿就是你找的，你咋这么不嫌事儿多呢？还来告状来了？你是瓜尔佳氏啊，没事儿，臣妾高发熹贵妃。现在俩孩子哇哇哭，你这就听我妈的吧，别杠，就家里没有对和错。”我老公说：“家中没有对和错，但是家中纠纷躲不过。你怎么老和稀泥呢？你今天听你妈的，出去给老大再买个笼，回来老二又整坏了；明天你再出去买个笼，回来又整坏了。你家干啥呢？笼的传人，笼的传人呢？你豁不过去，这事就不存在了吗？你遇上问题不得解决问题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想在家里吵架。我们有句话叫家和万事兴。”他说：“你说那玩意儿就没有道理，还家和万事兴，能让万事兴的只能家鱼，只能家鱼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最近汉语我可进步了，家和万事兴这个和字还念和，利和稀泥，它的意思就是以不得罪人为唯一目的，让问题无限循环。利张彩玲此时，你现在的方法论就属于家和万事兴。”然后这个事儿就引发了我一点深思，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和我婆婆发生冲突，就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做菜的时候菜板子用错了，就在切菜的菜板上切肉了。我婆婆就很直白的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：“啊，你们亚洲人这么做可能还好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我们这么混用，我们可能会死的。”我当时听了非常不舒服，但是我确实也是用错了。我以为我老公肯定会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妈岁数大了，思维也改不了了，她也不是坏心。”就这种话，就把这事豁不过去。我没想到大胖媳妇直接跟他妈说：“哎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把咱们这个物种说的如此脆弱，并不显得你比人家高级，只是显着咱们没有人家进化的好，活着费劲，易灭绝。以后这种无脑优越感可以收一收。”还比如我婆婆路怒症，平时能板住，一上路就骂人。有一次我婆婆开车又失控了，车里还有孩子呢，我也不好意思管她。我老公上来就勒令他妈：“再骂一句人，3天看不着孙女啊！”我婆婆当时就改了，拐弯的时候让别的车给别了。This car is a Ford。她对她妈这样，我确实不上火，有时候还有点小过瘾。但是她对我妈这样闹心的就是我。翟奥达小的时候，我们要出去吃饭，我妈当时刚买了一辆新车，就车的后座都用她那个车套给罩住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安不进去儿童的安全座椅。我妈说没事，开车就5分钟。我老公说：“哎，无座椅不出行。”我妈面上就过不去了，俩人就僵持了，我就又闹心了。我说：“老公，咱别犟，不远，要不你抱着孩子走去吧，咱别跟我妈吵架，行不？我跟你说过那句话，孝顺，想孝得带点顺。”我老公说：“我记着那句话，哎，孝顺，想顺得带点孝，带点孝。你先别跟我说这个，你问题你不得解决吗？我今天是可以抱孩子去饭店，那明天去机场呢，我也走去啊。”我妈说：“这铁岭城市小，也就开20迈，能有啥事儿？”我老公说：“你开20迈，那撞你的人要开200迈呢，一样没。”然后我关于这事儿有什么小反思呢？就他这样肯定是让我很操心，但是他的逻辑呢，就是我不怕眼下要发生冲突，即使是在家里，即使是跟长辈，然后呢说明白就完事儿，这问题就解决。这种方式呢，确实避免了很多问题，就一而再再而三磨磨唧唧发生。所以以后呢，我也少和稀泥。家里和和家里和确实是两码事儿，你觉得呢？